不好意思，您这个包也需要过一下 X 光机。啊，好。有问题，看不清。还有，您这件外套需要您脱一下。给，查吧，还查什么？请您稍等。这位同志，我们是主动向你们寻求帮助的，而且你们的检查我们都全力配合。你再这样耽误我的时间，无故刁难，我可要投诉了。我们这不是耽误时间，不是耽误时间，那是干什么的？无聊，闲得慌，消遣我了。口岸检查区禁止私人摄录，请大家放下手机，好吗？不是为什么不能拍了？我们是公民，有监督你们执法的权利，怎么不能拍？来，大家伙来都拍啊！检查完箱子查背包，查完背包查外套，你们查到什么了？啊！来，大家给他拍下来发网上，让人民都看一下什么叫穿着官服欺负老百姓。陆先生，好，谢谢。您好，大家不要耽误。我是淮安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科长。谢谢。你先不要生气，我问一下什么情况？怎么了？我觉得这位先生有问题。你有证据吗？来，往前走。我暂时没有找到。你没有证据可以随便扣人吗？跟这位先生说对不起。过客，道歉。明天写一份检查给我。行了，这个科长，道歉就不用了。既然是新同志，犯点小错误，我觉得可以原谅。我还赶时间。哎，不好意思啊，先生，给您有了不好的体验感。这样，您把那个杯子给我，我给您续点水。杯子？刚才过 X 光机的时候，看见您有个保温杯在里面。哦，别麻烦了。哎，先生，不麻烦，一点心意嘛。来，给我吧。我飞机要飞了，我还赶时间。不着急，打点热水而已嘛，花不了多少时间的。我这就觉得给你们添麻烦了。不添麻烦。哎，我飞机要飞，要不算了。没事。大宇啊，大宇，你快一点。哎，来了。喝点热水好，养生嘛，是吧？哟，见底了，你也喝枸杞？人到中年嘛。是啊，我也是。你烧了多少水？1瓶矿泉水就亮。？1瓶矿泉水。哎呀，你这杯子样子货呀，个子大，肚子小。我专门挑的，壁厚，保温好。您放手，我让您放手。轻量苯合。先生，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应该很清楚吧？宋姐，好。先生，请跟我来一下。宋姐，通知祭司。好。行啊，校长，快坐。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竟然没被闯空门。闯空门？啊，就像刚才那样，嫌疑人故意扎到你眼皮底下，让你放松警惕。过客。怎么样？检查结果出了吗？检查结果出了吗？哪有这么快的？还需要些时间。哦。其实今天我让你跟钱仁凯道歉，是希望可以牵制住钱仁凯。当然了，你多少也有点错。我错在……做我们旅检这行啊，要有非常高的直觉，同时还要有策略，要学会虚以委蛇，避重就轻。就像钱仁凯那样，
他让你把所有注意力盯着他的双肩包，还有他的行李箱，让你忽略掉他手中的保温杯，然后再激化你的对立情绪，这样你就更乱了，是吗？是。聪子啊，这小张上岗还不到24小时，已经很好了，是不是？有点耐心，想想你师傅当年怎么教你的。我虽然还是旅检的新人，但我相信我肯定能把这份工作磨合好。新人磨合？怎么了？你查秦任凯的随身物品，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之后，为什么不放他走啊？我就是一种感觉。说说你的感觉。海王同志，你好。是这样，我最近身体不好，开一点中药随身携带。这里边有黄精、石斛、电动牙刷。梦幻眼镜。太新了，他的西装几乎一尘不染，行李箱和背包都没有使用痕迹，而且里面的衣物、牙刷、电剃须刀、电吹风都几乎没有拆封过。邓姐，带所有人备寝室等我，你跟我来。沈副馆长，我申请 ADF331延迟起飞，基因样本盒应该在飞机上。郭聪，你昨天晚上怎么跟我保证的？只有50%把握了，但我师傅说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所以你要帮我。哎，这小子给我下命令。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我们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播科，所有监控调到7点50分。好的。正常旅客的随身物品都是用过的，但秦任凯的随身物品太新了，你这行业新人都能看出来，走私集团一定也可以看出来。所以秦任凯的焕然一新是走私集团故意留给我们的破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护真正的血基因样本携带者。检测基因需要时间，秦任凯是蝉，引得我们这螳螂出手，为黄雀出关，骗取时间差，所以黄雀的出现必然在他之后。郭聪，你只有15分钟，这是国际航班，上面还有外事人员，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飞机在8点50必须起飞。非常抱歉啊。못소리생겼어。就是他。钱胜凯被带走的时候，这女人看了他一眼，嘴角上扬，露出表情。这女人着装竟然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普通一些，但是她的高跟鞋跟她的服装格格不入，而且她的步态左脚重右脚轻，所以我怀疑右脚的鞋跟里面应该有样本盒。沈副馆长，我申请对 ADF331登记搜查，你有多大把握？50%。他还有50%呢，50%加50%等于25%。你数学老师是谁呀？啊什么啊？现在带章鱼登记检查。但是如果什么都找不到，
那就是飞机无故延误起飞。你们两个要写检查，甚至停职。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我也愿意。好，我来协调机长和机师配合，去吧。是。喂，收到。你的盖世英雄来喽，还踩着七彩祥云呢！别闹，他上来一定是有重大任务。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谢谢，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你好，中国海关。私？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どうしたの？请带上你的行李，跟我们走一趟。怎么回事？私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带走。なんでそれ？誰かに本当ができるのか？めんどくさいな。西村シスカさん、あなたが水用品の持ち込んだ行為で飛行機の遅延を起こし、たくさんの乗客の権利を侵害しました。もともあなたは水用の疑いあり、すでに中国の法律に違反しました。あなたが今唯一にできることは、私たちに協力して真実を教えることです。姐，对不起，包裹丢了，视频都发到网上了。近日，某航班上，中国海关查获了一位外籍旅客携带走私基因样本，准备出境的案件，其中一位海关官员被网友们评为中国最帅海关。大宝，去给我查一下，这两个海关是什么人？货的事儿我去跟客户说，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都不叫事儿。子怡，我出来了，没想到你却已经走了3年了。我知道，你不是醉酒溺水，你的死一定跟5年前出现在机场的娃娃有关。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找出那个放娃娃的人，给你报仇。
表现不错。你还会哪几国语言？师傅，我主修英语、法语，选修希腊语。那这么说，日语是你自学的？我是动漫迷嘛，而且为了研究犯罪心理学，我还读了很多日本变革推理小说。你刚才叫我什么来？师傅啊，您不是沈副馆长给我指派的师傅吗？而且今天您在这么乱的局面里面还能找出来走私分子，您这个师傅啊，我认定了。找出走私分子不是我们旅检人本职工作吗？对了，在他们面前不要叫我师傅，以后再说，听见了吗？是过客。对了，钱盛凯刚才的反应你看见了吗？没有，我注意力都在那个西村静子身上了，我老怕他临时有什么动作。作为旅检人，没有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你面前发生的事情，你总该关注一下吧？知道了，下回注意。那，您看出来什么？西村静子跟钱盛凯彼此不认识，他们都是跟自己上线单线联系的。最重要的是，钱盛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个幌子。那这个走私集团也太狡猾了。这么处心积虑的对手，以前遇到过吗3年前我师傅在这的时候碰到过。那肯定把他们一网打尽了嘛。跟我说说呗。今后有机会再说吧。啊，对了，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钱盛凯要怎么处理啊？跟预测的一样，检测结果没有异常。但他明明就是走私集团放的烟雾弹啊！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你有证据吗？那个带夹层的保温杯啊，里面不是还有样本盒吗？装了中药的试剂盒放在带夹层的保温杯里面出境，这个行为是什么性质？需要相关部门去界定。那他背后的线索呢？我们就不查了。我们是旅检人，不是你小说中一查到底的侦探。我们的职责是在100步之内，把不应该进出境的物品拦在国门线上，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听到吗？是。您的意思是，我现在可以做好旅检工作了？目前表现尚可吧。报告中国最帅海关，沈副馆长找你的。你们在这等我，马上回来。是。张宇，现在这一屋子人都对你虎视眈眈呢，被网友们评为中国最帅海关。张宇，现在这屋里这一个个啊，这一个个都抢着当你师傅呢。哎，不过我和严博不算。哎，也别算上我啊，一个吕小妍，再加上我们家那宝贝芊芊，我真是没精力再带个闺女。哎呦，干嘛呀，师傅啊？哎，要是真没有安排，就跟我师傅火哥学，扎实。哎，火哥就算了吧，啊，你看他那闷葫芦那性格，能说一个字不说2个字的。哎，你们还记着吧？博文刚来时候多好，能说会道一孩子，现在让老火带的跟他一模一样，一肚子的道理，一点道不出来。高人多寡言嘛，大宇哥。哎呀，我呢，作为这个科里的老人儿，虽然说资历比不上邓姐，但是我和郭科老火那是丁点不差呀。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收到一个徒弟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千里马嘛。那是因为你嘴碎。就敢邓姐敢说什么话？起什么话？我虽然是话多，但是我就这性格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放心，张宇，你要当我徒弟的话，我一定把我这些经验和道理掰开了揉碎了，交给你，倾囊相授。哎，你也快省省吧，良居有主。谢谢各位老师，但其实沈副馆长已经指定郭科当我的师傅了。原来是先入的师门才进的咱们家门啊！哎呀，得，我又没戏了。组织上的安排咱得听啊。但是，张宇，你知道为什么你第一天上班就让你站分流岗吗？我说说，你听听。我相信在这个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哎，怎么都散了呀？没事，我跟你说，
这个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明白郭聪用的是什么战术。这么重要一个案子，你交给一新人，你是不是想让人家知难而退啊？呀，孰轻孰重，我很清楚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做手脚呢？您是老吕姐了，我这点小心思你还不了解吗？哎，那你怎么就知道他能顶得住压力呢？但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候他确实顶住压力了。我觉得张瑜这个人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哎，来吧，你坐，你坐。在他骨子里面啊，有股子倔劲儿，而且他的直觉非常敏锐。我觉得是个做旅检的好材料，也是好苗子。好苗子吧？好苗子，好苗子，你给我好好带。行，我努力。沈副馆长，你有没有觉得这次走私分子他们的犯罪手法非常熟悉啊？你是说那个易集团吧？3年前我师傅捣毁了易集团之后，有能力制造这么多烟雾弹来掩护真正走私行为的走私集团已经绝迹了。这次突然出现，我觉得易集团可能死灰复燃。哎呀，先呐，别忙着下结论。单单从一个案子很难和过去的易集团产生联系。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啊，这个团伙很狡猾，你们呢打起12分的精神。是，去吧。所以咱们和走私分子用的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这个战术。但是张宇，你不是那螳螂，你其实是那蝉。郭科，大宇哥说的是真的吗？我就是您丢给走私分子的一个饵吗？这不是沈副馆长找我有事儿吗？正准备跟大家复个盘，来，都坐。昨天半夜收到基案的通报之后，我就有个疑问：黄金走私案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案，他们同乘的是一个航班 ADF 331，这太过于巧合了。我觉得黄金走私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黄金走私案只是一个局，声东击西，混淆我们视听，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掩护血液基因样本走私。易集团，没错，他们的作案方法跟3年前的易集团非常相似。然后您就第一时间想到拿我当诱饵。是的，有了这个判断之后，我准备将计就计，给携带基因样本的艄公制作一个空门。因为黄金走私案也要抓，既然要抓的话，就会动用大量人手。你呢，对于抓水客方面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所以你作为诱饵最为合适。怎么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聪的就是利用张瑜是个小白，才让艄公上当的。也不全是。昨天我也观察了张宇，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适应能力都非常强。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担心的。我担心你过于稳定，所以班前会的时候给你们留了些时间，也希望你们各位可以教他几招。这种小型的基因样本盒只能在特定的基因检测识别舱里才能打开，不可能成功。这种情况，咱们只要遇上了，100%会开箱检查的。嫌疑人敢从海关夹带出境，也就是说，嫌疑人会对这个样本盒进行伪装，然后放在随身物品里面夹带出关。另外呢，我也教他了多维度概率重叠这么研判方法。站在走私集团角度上想想，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找寻什么样的艄公啊？那再多一个维度，如果你是艄公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人少的问题？我会找一个同伴。善有者逆，善弃者惰。他学习了这么多方法，但是他并不会用，所以艄公看到的慌乱，是他身处信息爆炸中心的慌乱。好啊，聪子，你这个老狐狸啊，给我们所有人都算计进来了。张宇，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师傅啊，卖人都卖出花来了，以后你可得学好啊。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一击必中的方法，还成功实施，不愧是我师傅。你别怪我把你扔出去就行。
至于师傅，不着急叫，之后再说。哎，别再说呀。没关系，我师傅这是在考验我呢，我相信我肯定能通过的。不过，聪聪，我得说你两句啊，你现在是当师傅的人了啊，什么事儿也得替徒弟考虑考虑。以后啊，什么禅啊、饵啊、战术这些，我们这些老家伙就行了啊。今天是中秋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哎，都别走啊！这么着急干嘛呀？这大上午的。那章鱼今天算是正式加入我们旅检医科了，我们不得给他搞个聚餐欢迎一下，对吧？我也不行，好不容易中秋节能休息2天，我已经答应冯宁带孩子去见他外婆了。哎，你还真得好好陪陪他了。我跟你说啊，自从你们俩结婚以后，我就没见他笑过。他也不用笑给你看。哎，还真是啊，笑给你看就行了。但是这个我情况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大伙儿都知道，我和小兵都在海关，一天啊在单位的时间比在家都长。长辈一天还催着我们俩生娃，哪有那么方便的时间啊？是吧？哎呀，今儿估计我也得走。章鱼啊，欠你这饭，回头我给你补上啊！你们几个小年轻，千万别学我啊！哦，郭可，你看你也不拖家带口，姑且算你个年轻人吧。一杰，我今天有事儿，你们组织个聚餐，欢迎一下章鱼，饭钱算我的啊。别呀，郭可，那章鱼好歹也算你徒弟啊。确实有事儿，天天都有事。严博文，哎，给章鱼办欢迎会，顺便帮他收拾宿舍。走，吃饭喽！来，给我儿子盛上一大碗。来，好，谢谢妈。当心烫啊！嗯。儿子，你那个最帅中国海关的视频啊，连楼下张阿姨都看到了，刚才还打电话给我呢。你就这么被拍了，坏人看见怎么办呢？海关不管管啊？现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手机，怎么管呀？管不过来。那也不行啊，太危险了。你忘了你师傅当年？妈，我师傅那是特例嘛，海关这么多人呢，不都好好的？再说这种视频啊，看一阵就没人看了。那你要给我好好保护好自己啊！吃完饭了就看看你相叔，我冰箱里有新打的牛肉丸，给他带点过去啊。行，正好听说他进新设备了，过去看看。于谦，这什么东西？死沉。都是书，我没什么行李，这全是书，辛苦了啊。平板的不香吗？平板再说，这家伙走。严博文，少说话，多干活。你这会儿不学你师傅了？哎呦我天！我天！他确实也挺辛苦的，也不是非得学师傅。我看你跟邓姐不是也挺不一样的。这人呢，在一起待久了就会越来越像的。没准哪一天我师傅也跟我一样，变得越来越活泼开朗了呢。没了吧？这都搬完了，辛苦了，辛苦了。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辛苦。没事，哎，我看你这有2张床，这我一会儿给你搬出去吧，太碍事儿了。哎，别动了，就放那儿吧。于姐东西又不多，没准哪天我懒得不想回家了，我还能在这儿陪陪你。对，回头你要是被人欺负了什么的，还能来我这儿借酒消个愁什么的。不存在，谁敢欺负我呀？也是。哎，杨博文，火锅点了吗？点了。你别告诉我是送到于姐这儿，那味儿一时半会散不了。地址是我房间。哎。改地址去了，我就知道他想了的。我这泽尼特怎么样？回头我给你弄一套。我可不敢呀！您知道，我们是有规章制度的，这么贵的礼物，我怎么敢收啊？我呢，好好工作，好好挣钱，
我自己买一套。哎呀，你花我的钱怎么了？啊，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别人能说出什么来？哎呀，跟你说啊，当初你要是接管了公司，那现在没准都该我花你的钱了。这个公司是我和你爸爸一手创办起来的，那也是我们的心血。现在被你弄了一个后继无人，你说让我怎么跟你这个九泉之下的父亲交代？哎呀，你又来了，我这不尝试过了吗？也许是机缘吧。其实我对人比对钱更感兴趣。您还说我呢？要不是您教我摄影，教我拍照，教我观察人，我能被我师傅一眼相中吗？来吧，朋友们，欢迎我们张瑜同志正式加入咱们旅检医科大家庭。恭喜于姐成为国科大弟子。别，还没正式认可呢，我努力吧。干杯！干杯！快给火开大点。哎呀，我跟你们说，今天在那个监控室的时候啊，我都快急死了。我看郭柯气定神闲的，然后呢，不知道怎么他就能锁定那个日本女人了。这呀，就叫百步识人。百步识人，这是我们每个旅检人都需要学习的技能。只不过郭柯的百步识人啊，的确已经出神入化了。哦，郭柯说，是那个日本女人的步态和装扮出卖了他。但问题是，监控画面里那么多人，而且监控都是倍速播放的，我根本什么都注意不到。郭柯呀，可是师承咱们旅检医科的传奇英雄陈三河老师。陈三河老师的百步识人就是一绝，郭柯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那就是师傅的师傅了。那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这个陈三河老师的风采呢。这可是我们旅检的传奇人物，我俩都来了1年了。就听着他传说了，人都没见着。没事儿，回头我让我师傅再带咱们去见。哎呦喂！哎呦，都我师傅了，师傅了。哎，水开了，吃肉来。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这百步识人是我师傅教的，其实你才是我的启蒙老师。哎呀，糟心，太糟心了，真的。哎呀，你说怎么就被这个陈三河他捡了个漏呢？不过话说到这儿，你师傅最近怎么样啊？我可有段时间没去看他。他这车祸后遗症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他那个记忆越来越差。上次我去见他的时候吧，他还能记得我。如果我再去，他没准可真就不记得。他也许记得你，但是记得哪个时期的你，就不一定了。哎，我这个老同学啊，要强了一辈子。没想到到头来落得这么个结果。行了，叔，不说这个了。哎，跟你说一别的事儿吧。你说，我也做师傅了。你也做师傅了？只不过是个女徒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带。有。哎呀，我懂了。哎。你师傅陈三河教你那些招完全用不到人姑娘身上，对吧？傻小子，这就是你没谈过恋爱，知道了吧？谈恋爱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呀？你们表面上是师徒的关系，但实际上你们关系是什么？男和女，你这2种关系你都得处理好了，你才能当好一个师傅啊！你说你恋爱都没谈过，你怎么猜人姑娘心思？啊，行，我去试一试您新装备啊！我一说到这儿你就跑，你怕我抓你相亲去啊？杰斯部门的反馈过来了，那个西村静子携带的就是研究所丢的那份基因样本。据西村静子招认，她是被国外的一家公司派到中国来工作的，而且呢，她是在一个名叫什么归乡人的微信同乡会上被人盯上，从而发展成水客的。现在的烧工都在微信群里面找目标了，还真是与时俱进啊！哎，那个网络烧工啊，目的非常的明确，他在群里边呢跟别人其他人都不聊天，就跟西村静子聊得火热。而且啊，他那双鞋呀是邮寄的，2个人线下根本就没见过面。而且最近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3年前，易集团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正在死灰复燃。哎，还有个事儿啊，那个网络烧工用的是虚拟手机号注册的微信，计算经理这边啊也没有带什么更多的线索。有，哎，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这个案件和当年易集团的系列案有什么联系。大宇哥，啊，什么叫烧工呀？啊，这烧工啊，就是组织水客非法走私的人。水客呢，就是携带非法物品进出境的人。烧工一般都不带货。哎，这么跟你说吧，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烧工就是走私集团的 HR。师傅，喝奶茶。谢谢，我不喝这个，我只喝白水。这件事呢，我可以代劳。你知道你师傅为什么只喝白水吗？为什么呀？因为他每天呢都在努力降低自己对物质的嗜好，因为有了嗜好，就容易产生依赖，有了依赖放大以后就会变成欲望，从而被犯罪分子利用。胡说，白水它健康。哎，你手里拿什么？快乐呀，健康和快乐同等重要。哎呀，听见了吧？啊，别看老火一天啊，烟不出溜闷葫芦一个，说出来的话没意思。我也想要快乐，小魏也想要快乐。来，快乐都有，来，快乐加味。谢谢。咱们请继续啊。下图到滨海。师傅，郭可，我还是觉得呀，那个钱盛凯就这么放他走，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钱盛凯，我们没有权利查他。那我再给你看个东西。那天钱盛凯脱外套的时候，他钱包掉地上了，然后呢，我就看了一眼，钱包里啊有一张卡片。这卡片看起来不像是名片，也不像是银行卡一类的，大概长这个样子，你有印象吗？摩飞电子公司，滨海是知名的企业。这张卡片应该是他们公司的门禁卡吧？那钱盛凯工作不错呀，为什么非得当水客呢？所以啊，人心嘛最难琢磨了。摩飞电子公司，聪子，现在有2个航班已经延误了。钱盛凯，电子工程师在职。哎，师傅，咱们可以去当面问问他呀。我再重申一遍，你既不是边检，也不是机司，你是旅检，管好你100步之内的事情，别的事儿不用你管。哦。来，大家安静一下啊，配合一下，不要在这堵着，好不好？来，我刚才就在这里，正准备洗手啊！你们机场那个保洁也是的，那个洗手液没有了，也不赶紧加回去的。哎呦，那个娃娃就在那个垃圾桶上面放着啊！我以为谁家小孩子贪玩放到上面了吧，我就去一看，哎呦，那个娃娃整的老恐怖的，你晓得吧？你说现在啊，这个设计玩具的这个人，这个脑袋是不是瓦特掉了呀？啊，给小孩子抱的玩具，你设计那么可怕干什么呀？哦呦，吓死个人了！哎，我正在那洗呢，他突然间就叫了起来，哎呦！这也就是我这个人身体素质好的很，知道吧？你要是换做别人啊，身体素质不好，心脏不好，有什么高血压，那直接就嘣就倒下去了。机场都要担责任的，你晓得吧？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问一下，那娃娃是怎么叫的？那个娃娃，哎，那个娃娃先是一阵诡异的笑声啊，就跟那个恐怖电影里面那个一样啊。哎呀，哪个电影我记不得了嘛？反正肯定是做了那个变声处理，就是把那个声音弄得很诡异，那个娃娃那个声音，感觉说了有个5、6遍的样子，然后又开始笑啊。我一看，这不就是恶作剧吗？给一个兄弟吓的呀，那得尿到裤子边上去了。我就赶紧跑掉，我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现场也让我保护起来了。哎，
我看你们都是戴大眼帽的，这个娃娃不会是冲你们来的吧？我跟你讲过，那个额外大片我都看过的，那个片子里面，哎呀，这和今天的航班没有关系吧？这个娃娃不会影响今天的航班吧？我赶时间的呀，我。这位先生，请不用惊慌，没有根据的事情呢，也请不要随意猜测。航班的飞行安全问题啊，也不用担心。还有，关于今天的事件，也请您替我们保密。是，哎，那我拍下来发到网上去了，这，好多人都拍下来了嘛。那请配合我们工作，尽快删除吧。哎，同志您好，我是机场海关沈学军，我能方便看一下那个娃娃吗？好，谢谢啊。这个娃娃背后粘着一个老人机，应该是设置了闹铃，铃声就是那个童声。哎，同志，麻烦您再把正面给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娃娃呢，我是在网上查过，他们的胸针很明显是之后别上的，样子很像咱们海关官徽里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好，谢谢。聪子，你现在担心就不是担心了。这个娃娃的出现，就证明基因案与易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难道说，这个易集团真的要死灰复燃？我也有些疑惑啊。同样都是娃娃，但3年前的娃娃是在易集团行动之前出现的，挑衅的味道非常浓；而现在的娃娃是行动之后出现的，而且是行动失败之后，所以非常令人费解。要是走私不成，制造恐慌来恶心咱们。哎，老刘，过客，哎，辛苦啊！哎，应该的，我这有点着急，我先走了啊。嗯，毕竟都是娃娃，就算再恐怖的话，引起恐慌的面积也就这么大。走私集团行动如此缜密，那么无聊且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应该不会做的。还有一点很让人费解，之前都是涉及毒品，而现在是血液基因样本，所以这些娃娃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含义，但不是挑衅，应该是预警。这个娃娃的案件细节，知情人一直是严格控制。那这个放娃娃的人，一定和3年前有联系。他的动机是什么？你刚才的预警很有意思，预警什么？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基因案本被我们截获，那么这个走私团伙呢，就不会轻易的偃旗息鼓。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守住这个门，一不变应万变。你回去给医科的同志开个会，传达一下。我呢，马上上报，通知其他同志注意一下。是。当儿里个里个隆的咚咚里个咚里个咚，嘚儿咚嘚儿咚隆咚隆咚里个隆的咚，当当当里嘚儿当当里个隆的咚。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啊，SARS 一集团在咱们这儿是干一票折一票，干一票折一票，还露出了很多的马脚。最终在上级的指挥下，我们是直接摸到了他们老巢，给他们端了个底儿朝天。但很奇怪啊，他们一直在闯咱们科，还提前用娃娃当提示，这不是等着被抓吗？这不符合犯罪心理啊！不是那电影里边总有那些犯罪分子喜欢挑衅警察吗？我觉得这个易集团这帮人啊，执着。图什么呢？那些犯罪分子的目的是为了走私，又不是为了较劲。如果说医科是块硬骨头，那他们应该绕开这块骨头才对啊。心理学上说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常见，尤其是对犯罪分子来说。那所以呢，你觉得是为什么呀？我只是猜测，师傅。没关系啊，说来听听。首先我觉得
，E集团不会局限在只有一科当班时才实施走私行为，在其他时间段肯定也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只有走私案件将要发生在一科，那些娃娃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是在用这些娃娃帮助一科把这些案件建立起联系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人其实也帮助了海关捣毁犯罪集团呢。哎，别说章鱼这个脑洞开的可以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出现了内鬼，良心发现了有人？大宇啊，你稍等，让他把话说完。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过去的那些娃娃不是挑衅，而是预警？不无道理。哎呦，老伙，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章鱼说的确实有道理。是啊，我师傅之前也有类似的推测。当年E集团被抓获的那些骨干成员，也只是知道娃娃的事儿，但没人知道娃娃的出处。3年前，E集团首领萨子一的每一次行动都被娃娃点了炮，后来无路可逃才畏罪自杀。所以，他肯定不是放娃娃的人。这个娃娃多少有针对萨子一的嫌疑。那这个放娃娃的隐形人到底是谁？是敌是友，也不清楚。那么今天这个娃娃又出现了，会不会是这个人再次向咱们发出预警呢？事后警示没有意义。事后，哎，对呀，事后，咱所有人跳出来看，别陷进去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跟咱们一样，也是事后知道的基因案，然后才放的娃娃？这说明什么？他无法获知犯罪的具体时间，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团伙的人。但他又想搞掉这个团伙，所以他想利用娃娃来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人，他很有可能想黑吃黑。不无道理。哎，老伙，这次咱想到点上了啊！无论之前和现在是否是同一个人，既然他已经出手了，就一定会有新的动作。大家做好准备，10分钟之后开会。师傅，咱们怎么查？我觉得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你该去当侦探。当梆啷梆梆。以为我不想？子怡，我一定能找到那个凶手。老家伙，想他了。不是，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我啥也没干啊。姑娘，这个邮票是你的吧？对呀，是我的呀。那我代表中国海关告诉你，经检验判定，这些邮票含违禁药物成分，属于禁止进境物。刑法规定，走私犯罪需行为人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
如果你是受他人的欺骗携带，不清楚行为的性质，是不构成走私的。但是，你要是知道自己携带的是什么东西，也清楚行为的性质，则涉嫌走私犯罪。我再问你一次，这些邮票是你的？你想好了再回答。这邮票不是我的，就刚刚有一个男的，他找到我，他说他带的东西超额了，让我帮他把邮票带过去，然后他给我1000块钱。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邮票是违禁品啊。是不是一个穿着白色 T 恤、黑色坎袖帽衫、蓝色牛仔裤的男士？对，就是他。大宇，缉私部门的同志到了吗？已经到了。您看好，邮票的后面是毒品。同志，我真的啥也不知道，我也是被骗的。啊，他让我出了关以后去大碗面餐厅找他，你们快去抓他。好，没事的啊，小姑娘，一会儿缉私部门的同志来了以后，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跟他们说了，没关系啊。同志你好，这是他的东西。你跟我们走。轻啊，陈科，刚才那男的也带了邮票，你怎么就放过去了呢？他对自己的邮票特别了解，这女孩完全不懂。那他会不会是知道携带集邮册的行为可疑，所以事先做了功课，才能对邮票如数家珍？你听到他手机铃声是什么了吗？有点耳熟的古典乐吧？莫扎特的小夜曲。这你都知道？干咱们这行，多少啊，什么都得了解一些。所以说呢，他的行李里边就会有很高的莫扎特的含量。你想啊，如果他想夹带毒品的话，他不可能细致到连自己的手机铃声都设置成莫扎特吧？那反观这个女孩呢，她对自己的包的价钱非常了解，但是对这个邮票册支支吾吾。您这个包超了吧？这包才355，折合人民币还不到5000块钱。加上邮票呢？这邮票也不值钱呀，肯定没超。这很明显嘛，就是一个临时带货的水客。但陈哥，我还有个疑问。你说，那个走私嫌疑人找人为他带货过关，为什么偏偏找一个穿粉色衣服的女孩？而恰好我们正在寻找的毒贩就跟红色元素有关系。您说，这是巧合还是故意？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觉得应该是巧合，但是师傅，你恰恰提醒了我，这个走私嫌疑人，看样子应该是个新手，他找人带货却没有交代清楚，而且还会拿手机时常拍摄他身后女孩的位置，就是这个动作让他暴露的。这是个很明显的破绽啊！那您的意思是？不对，他是自己送上门的。老板，来，好。东子 ，KM 997航班的旅客走了多少？到了一小部分，就是没什么行李的。这行李托运的都还没出来呢。来，这边请。师傅，您刚才查的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孩怎么样了？查到了吗？邮票藏毒，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没完。还有别的毒贩吗？我觉得大鱼在后头。真的假的？那不用紧。好，大家安静，安静，安静，大家安静，在这边拍大合影，好不好？我们往这边站，然后我拍个大合影。拉瑞，来，谁？大家好。拉瑞认识啊？
国内一线的电竞选手，他这个样子应该是国外刚比赛回来吧，红得很。你看，都是他粉丝，估计是陪他出去比赛去。过几年，杭州亚运会就有电竞比赛。峰子，你立功了，去找一支笔和纸，然后过来找我。快去！不要紧，不要紧，一个个来哈。好了，今天暂时到这里，我们赶时间，好吧？下次拜拜。笔纸，快！啊，拉瑞来了！拉瑞啊，有几个拉瑞啊？这个啊，哎，回头给我要份签名。请这边接受检查。就这么一说，哎。你好，中国海关，请这边接受检查。海关同志啊，我们还要赶去网站参加直播，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您放心，只要你们配合，我们会尽快。好，小张，这边。我和拉瑞先过去，你留下来看行李过检，等戏自己打车过来啊。好嘞，姐。对不起，按照规定，奖杯也要过检。今天是平台直播莱美的夺冠专访，多少人等着看，你不知道吗？请你冷静啊，请冷静，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听我说啊，听我说，不要吵啊。我呢也是拉瑞的粉丝，我看到他拿那个奖杯啊，我也很高兴。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不要拍照，对不起。但是问题呢，这是海关，海关呢有海关的规定，你们也不希望有那些黑粉啊，把那说拉瑞不遵守海关规定这个帽子扣他头上，对吧？毕竟是公众人物呢，对不对？形象要保护的，是不是？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好不好？我来处理。不要拍照。小陈。你这插个队不行吗？特事特办嘛，特事特办嘛，是不是？啊，对不起，不要够配合吧？不要停留，好，继续。那既然我配合的话，那我希望你们配合我，好不好？那粉丝朋友就可以从这个通道先出去，好不好？外面等，好不好？谢谢配合啊！谢谢配合，谢谢配合，谢谢。好，拉瑞这边请，谢谢。哎，你这边请。请你请过一下 X 光机，谢谢。哎，是这样，我呢特别喜欢您，能不能给我签个名？行啊，谢谢啊，冒昧了。你怎么了？啊，没什么。我们班上啊有一个您的狂热粉，刚跟老陈示意，让他把他叫过来。不是我说你们海关上班都这么随意的吗？哎呀，这不是遇到偶像了吗？哎呦，对了，对不起，这个奖杯需要过一下 X 光机，来给我吧。哟，这奖杯的分量不对啊。如果这么大的奖杯是实心的话，应该是在2、3公斤左右，这也就1公斤左右嘛。最后，配合我们海关的检查。这可是国际大赛的冠军奖杯，你要是敢破坏，我一定投诉到底。我说破坏了吗？我只是说，这个奖杯的材质有点轻，怎么了？没事。要不你拿奖杯去吧，我去外面等你。谢谢。请配合中国海关查验。我一直都很配合你们，是你们一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挠我通关。果然是打过世界级比赛的啊，心理素质确实好。好啊，那就再配合我们一次，去一趟查验室。行。老伙，行李没问题，放心。这边请，这边。不好意思。
这个奖杯赢得不容易吧？含金量很高吧？那是当然，这可是世界精英邀请赛，只有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能参加。海关同志，麻烦您快一点，时间真的来不及了。您放心，我也很快。宗子，把锤子给我。是。要干什么？紧张什么？你要干嘛？啊！等等，这是什么味道？这是毒品特有的酸味儿。毒品。大宇，叫缉色的同志过来。他吸毒，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看看他掌心的疤，就是在吸食毒品的过程当中，在神情恍惚、精神钝化的情况下，被加热的玻璃管烫伤所留下的疤痕，对吧？这个我见过，我以为他是练习鼠标操作留下来的。老冉，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你碰毒品干什么？陈哥，缉死到了。这儿，辛苦了。现在的粉丝这么疯狂吗？这电竞选手啊，一点都不会输给影视明星的。这些粉丝估计是跟他好些年的了。大鱼也不是一样嘛，看他那个比赛视频，一看一下午。哎，你不是也是什么拉丝儿啊？哎呀，我这不是装的吗？您突然跟我说要什么纸和笔，我就想着您肯定是想让我跟他要个签名，要看一看他手上有没有吸毒留下的痕迹。行，算你小子机灵。来，坐吧。哎，来了。啊，好，哎，师傅啊，您是怎么注意到他的呀？僵尸火让我意识到邮票藏毒破得太轻而易举了，而且数量小，很可能是扰乱我们视线的烟雾弹，所以我断定大鱼应该藏在后头。对面，直到我看到这冠军。你说，按理说啊，他跟他的粉丝在一块儿应该很兴奋吧？而他呢，手里紧紧地抱着那个奖杯，这是一个防御的姿势。再加上咱们机场的空调也很冷，他穿的又不多，不停地在擦汗，而且频繁地打哈欠。而且他们这么多人过关，很容易浑水摸鱼的。最重要的是，你告诉我他很红。那这个样子应该是国外刚比赛回来吧，红得很。看来娃娃的信息给的很准确，但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呢？是啊，为什么？